5月别闲着，要找点事做。此时不动手，又会错过盆景装材、定型修剪的黄金期。5月剪什么样的枝，要搞清楚。不满1年的下层桩不能剪枝，春季发出来的嫩枝不要剪，枝条没有形成木质化，把它剪短很难发出侧枝，也会影响枝条的伸出。但这种树的嫩枝例外，枝节过长、不发不定芽的枫类、黄芦、对节柏蜡等等，一定要把它剪短。对这些树，除了早春掐芽尖，这个时候剪短枝节过长的枝，剪后进行控水，把它们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养，新发出的枝条节点会变短。这个三角枫的枝干经历了秋季的增出，这是继续蓄养的主干。对粗枝5月就要进行控养，控制枝条的生长速度，这样就可以保持枝干同步成型。对节柏蜡的枝干增长速度不会比三角枫慢，与三角枫一样，过渡基本形成，对节柏蜡要控制枝干的增出。这是去年秋季的枝，已经木质化，在这个时候剪短后会很快发出芽来。在高温季节来临前发出的枝条枝节短而壮实。在5月定型修剪中，有一个重要的内容，对牺牲枝的利用和取舍。这个就是牺牲枝，主干粗度基本达到，在5月生长旺季就不要留住它，这样它的增出速度就会慢下来。5月是盆景装材的生长旺季，枝条生长快。对牺牲枝的利用，要依据培养枝干抽度的要求，确定它们的去留。去掉牺牲枝是防止枝干增出过头，选择利用牺牲枝是加快装材的生长，使其早日成型。这两者之间不相矛盾，只是你对牺牲枝的去留如何去把控。来看看这个黑松的培育。5月土偏干的时候，对它进行拿弯定型。不要担心它被拉断，在缺水的状态下，枝干会变得比较软。拿到位把它固定好。这个潮汕的主枝没有把它剪掉，就是当牺牲枝利用了。等主干增出后再把它剪掉。对下端的粗枝可进行正常的逼芽和修剪，这样就可以提高松树的成型速度。这棵罗汉松在进行叠枝培育，叠枝的生长是朝下的，树叶倒流。在所有培育枝条中，这种枝生长速度是最慢的。把造型枝调了定位，过长的枝不要剪短，生长一段时间，枝条朝上生长，又可以发挥牺牲枝的作用。这个叠枝经历了2次牺牲枝的培育，时间在4年左右。这里是下叠的过渡点，到10月份，叠枝基本成型，牺牲枝就完成了它的使命。我是山泉龙茶，感谢您收看，下期见。